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在今天这个算法统治的时代，要想毁掉一个人，毁掉一家店铺，需要多久呢？答案是20秒。就在前不久呢，葡萄牙的社交媒体上疯传着这样一段20秒的短视频，画面里一位男子态度强硬地指着门口驱逐4名葡萄牙顾客，视频配着一行醒目的这个刺眼的字幕：葡萄牙人在自己的国家仅仅因为说葡萄牙语就被一家外籍人士开的餐厅粗暴地赶了出去。短短的几天呢，这段视频的播放量就突破了200万次，愤怒的网民瞬间就占领了评论区，人们痛斥这家饭店反向歧视。紧接着呢，葡萄牙这个右翼政党 Chega 他的国会议员Rui Paulo Sousa 和他的党魁 André Ventura 也高调转发。Ventura 甚至还情绪激昂地发帖称这是国家的耻辱指责葡萄牙人太懦弱，对移民逆来顺受。一时间呢，民族情绪、反移民浪潮、语言主权这些这个最敏感的社会神经全被这20秒的视频无情地挑动了起来。然而，当我们拨开舆论的喧嚣，回到那个事发的夜晚，位于 Costa da Caparica 一个叫 Pasha Beach Club 餐厅，真相却露出了截然不同的另一面。那是一个周二的晚上，大约10点半，餐厅临近打烊，4名葡萄牙顾客进店点餐。当时值班的服务员叫做 Hajar 他是一名阿尔及利亚人，因为不会说葡语，他礼貌地用英语向顾客说了一声 Good evening 晚上好。顾客当即就表现出极大的排斥，强烈的要求说，在葡萄牙你就得说葡萄牙语。尽管有些不愉快，但在其中一位会英语的顾客的协助下呢，他们其实已经顺利的点完了单。如果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那不过是一次日常的语言沟通障碍但真正的导火索发生在几分钟之后。当其中一名女顾客从洗手间出来，得知店员不会说葡语后，开始和同伴抱怨。而就在这时呢，同行的一位年长女性对着这位在一旁默默收拾餐具的阿尔及利亚女服务员说出了一句极具侮辱性的话 Pois, mais uma puta refugiada 这是一句这很难听的话意思就是说又是一个婊子难民。这个 Hajar 呢，虽然英语不好，但是他听懂了这个词儿，感觉到人格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他委屈地跑到后面向值班经理Mahmoud哭诉。这个 Mahmoud 呢是巴勒斯坦裔他拥有英国国籍。然后他得知员工受此无端的侮辱呢，就走到了这桌顾客的这个桌子前面，用他并不流利的葡萄牙语礼貌但极其坚定的要求让他们立即就离开。也就是在这一刻，被驱逐的顾客呢拿起了手机，录下了这个 Mahmoud 要求他们离店的最后20秒的一个视频。他们甚至还自己报了警，但讽刺的是，现场几位意大利游客目睹了冲突的全过程，并主动向到场的警察作证，证实是这群葡萄牙顾客先对店员实施了恶劣的种族主义辱骂。然而真相在疯狂的舆论面前往往走得很慢。那个被刻意裁剪隐去了辱骂前因的受害者视频迅速在网上发酵，接踵而来呢就是排山倒海的恶意。餐厅他这个本地的老板叫安娜杜朗他是葡萄牙人，他是一位在英国打拼多年刚刚回国创业的一个葡萄牙人。他在采访的时候呢几乎落泪。他说视频被疯传后，他的餐厅收到了无数充满仇恨的这个恐吓电话和死亡威胁，甚至有人恶意定做，就为了在电话里接通后这个嘲讽一句说，哎呦，原来你们会说葡萄牙语啊。这个原本呢这个多元文化且充满包容的温馨的一个小餐厅呢，几乎被网暴彻底摧毁了。更令人心寒的是，这个社会中某些政治力量的冷血推波助澜那位带头转发的国会议员Chega党的国会议员 Rui 他在后面
这个对媒体求证时呢，竟然公开承认说自己在发帖前根本就不知道这是哪家餐厅，也完全没有进行过事实核查。那么当记者明确的把餐厅的这个澄清摆在他面前的时候，这位议员呢却拒绝删除误导性视频，只是轻飘飘的留下一句话说这不过是双方各执一词，等法院判决吧。对他们而言呢，事实真相其实根本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视频能够成为煽动社会对立、收割政治选票的完美燃料。好在呢，正义并没有完全缺席。最初未经核实便转发视频的这个自媒体 Infoku 在得知真相后呢，主动向餐厅发出了公开道歉和澄清说明，承认自己伤害了无辜的人。而女老板安娜也明确表示，绝不会向恶势力妥协。他已经正式对发布视频的顾客提起诉讼，并着手起诉包括这个党议员在内的所有涉嫌诽谤和网暴的人。这件事儿呢，虽然发生在葡萄牙的这个卡巴利卡它是一个海滨小镇，但它折射出来的呢，却是我们所有人正在共同面对的一个数字困境。在这场风暴中呢，我们不得不去反思3个层面的社会现实。第一个是社交媒体时代的断章取义与真相贬值。一个20秒的片段就能让网民瞬间这个判定善恶，发起审判。在情绪被无限放大的算法时代，我们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探寻完整真相的耐心？我们敲击键盘宣泄的正义感，究竟是在惩恶扬善，还是在充当刽子手的帮凶？第二个呢，普通人的日常纠纷是如何被政治化、被武器化的？这本是一起在任何餐厅都有可能发生的因粗鲁言行导致的消费冲突，但是在政客的口中呢，它就被包装成了这个国家沦陷葡萄牙人被欺负的这种宏大叙事。当社会的包容度被政治偏见蚕食，受伤害最深的永远是那些在一线勤恳工作的普通外籍劳工，以及回国创业的本国公民。第三呢，是真正的爱国与尊严。强迫一个外籍店员在短时间内学会这个本地的语言学会这个葡萄牙语，甚至用婊子难民去羞辱对方，这绝对不是什么维护国家语言的主权，而是一块遮羞布下的粗暴和狭隘。真正国家的尊严恰恰体现在安娜和马哈茂的身上，对员工一视同仁的保护，对任何种族歧视的行为这种零容忍以及能拿起法律武器反击污蔑的这种勇气。正如老板安娜所说的，尊严和尊重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底线。下一次，当你的屏幕里再次弹出一个让你愤怒、让你想要立刻声讨的短视频的时候，不妨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因为那20秒背后的真相可能比你想象的要沉重得多。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人在葡萄牙，感谢大家的点赞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